工作12个小时，一下班过后我就去投入我的 business 了的。我不会因为想要创业然后就放弃掉药剂师，他们是可以并肩的，可以两边兼顾的。不一定你的人生就只是上班下班回去就躺着了嘛，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个选择权。哪一天你这个不行了，你还有那个 backup， 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可是当你先开始了，你踏出去那一步，你完成它，优化它，再去看为什么你会跌倒，它就会慢慢接近完美。先完成再完美。瑞奇，你能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奇，然后今年25岁，目前是在 Johor 的一名药剂师啦。然后我也是一个护发品牌 Carlos 的创办人。25岁，你今年才25岁。对。你本身是一名药剂师，同时是一个 entrepreneur 创业者。对。而且同时还是一名很火的博主。刚开始而已。而且听说你的工作时间，单上班时间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还能够分身做这么多的事情，真的是很不简单。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很好奇你的时间管理术，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可以。OK， 瑞奇，我们先聊聊你的职业背景了。说你现在目前还是药剂师身份，对吗？对，目前是一名药剂师。这样很多听众可能会跟我一样好奇啊，觉得为什么你已经创业了，可是为什么你还继续做一个药剂师呢？其实药剂师是我小时候就蛮想要做的一个工作啦。可是对我来讲，现在药剂师不只是一个身份，所以我不会因为想要创业然后就去停止这个药剂师这个东西啦。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我可以学到更多，我可以用我这个知识去帮助更多的这个人在这个健康问题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想要创业然后就放弃掉药剂师。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并肩的，是可以两边兼顾的。两边兼顾，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当药剂师。药剂师的身份，可是药剂师不一定是局限于就是在医院或者是那个药店嘛。对。所以你是目前是全职药剂师，斜杠创业。对。OK， 那么听说你毕业后在家躺了6个月了，为什么呢？好啦，其实那个躺它的意思就是在家嘛。一毕业过后，其实我并没有很迫不及待的就是要去踏入这个 pharmacy 这个东西啦，因为我知道这个工作就是朝9晚5，它这个是会需要维持好几年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更加想要就是用这6个月时间去 build 一些就是 personal skills。就是我过程其实有在家里奋斗，然后其实有在家里奋斗，然后其实有去上一些课程，所以当中我领悟更多就是怎样去 positive 的面对还有解决问题，然后去找答案，然后时间管理方面，然后还有就是团队管理方面等等的这些技能啊。所以我觉得更加想要用这6个月时间去build 自己的这个 skill。 那瑞奇，你是槟城人对吗？对，我是槟城人。可是你目前在Johor。对，我在Johor。很多人一般上都会选择距离家里比较近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为什么你会选择去Johor那么远去发展呢？背后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我觉得那个原因应该跟大多数人很像，可是他们可能不太敢踏出去，就是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大家都想要去外面尝试，想要看看世界，可是要多少人就敢的踏出去？我觉得这个需要多一点勇气啦。然后对于我来讲就是年轻，然后我就带着那种不要害怕就试错这个心态啦，就是冲吧就去吧，所以我就直接去到Johor。所以是故意选远的地方。也是这样是没有错。那么很多人也说了，其实药剂师这个专业是很难读，所以其实在你看来其实是很难读嘛？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可是最主要这个难度取决于你对这方面有没有兴趣，比如讲药物、健康，又或者是讲和人沟通。因为我们药剂师算是 frontliner 就是最跟健康领域，就是你们顾客或者是病人都好的这个 frontliner。所以如果他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他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所以我觉得难不难读要看那个人对这方面有没有兴趣。如果他对这方面有兴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啦。那么你有后悔过吗？读药剂师？后悔没有我没有后悔。你从小就想要？我觉得这个可以
有这个专业的身份可以去帮助，用这个专业身份去帮助更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后悔的。你以前是学霸吗？一开始是学霸，可是老实说，大学创业的那几年就没有去追求学霸这个那个title啊。我觉得更加是我讲在大学里面，除了学业兼顾到，又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学应该要有的东西啊。因为如果你在大学没有去具备这些条件，其实你一出来社会，你去打工也好，你去上班也好，我觉得会跌得更惨。所以大学的时候，如果你能做更多 explore 更多，我就去哦。所以我并没有追求学霸这个 position， 不过没有到很差啦。虽然明明有学霸的天分可是选择兴趣比较早去接触啊，对，准备 for 毕业过后的东西。可是我认真读书哈。那么有些听众可能他也正在考虑着是否要去读这个药剂师啊，这样你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吗？我觉得如果他对刚才我讲的那几个方面他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去读。而且我觉得目前啊 after 疫情过后，其实大家对这个健康，就自己的健康意识其实更多了，然后社会也对药剂师这个工作这个人物更加有更大的这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兴趣，如果他可以胜任，我觉得他可以去读，所以是 OK 的。可是你在你看来，你认为药剂师接下来这几年会过剩吗？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有过剩的这个时候，可是你要讲在这个行业里面找出你发光的点。所以如果你跟大家药剂师来讲，大家都是一样的话，这样就要想办法找出你的那个独特点哦。就是现在最容易不要成为一个普通的药剂师。对，现在最容易就是自媒体，你通过你的自媒体分享你自己，可能你有一些点真的是可以吸引到别人，这样子其实你就不普通啊。所以与其去担心是不是过剩，不如去关心这样去 stand up。 Yes。 OK。那么作为一名全职的药剂师，你是怎么看待药剂师这份工作？有什么你觉得特别享受或者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东西吗？如果讲看待药剂师这份工作，我觉得他需要具备很大的责任感。我觉得那责任感不只是单单于完成你工作范围的这个责任，它更多是你讲出的东西，你 share 的这些 information， 你去当顾客过来跟你咨询的时候，你给出这些 advice， 这个责任，因为他们就是相信你嘛，然后你有这个身份，所以你给出的东西一定要真的很 valid， 真是要真实的，真是要去看过 research paper 也好，就是有 study 过的。然后最 enjoy 的部分，我觉得是当他们就是面对了那些健康问题，他们来咨询你，然后他们做出了改变，他们看到改善过后，他们来感谢你啊，就他们又记得你，然后他们很感恩你的这个帮忙，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累积出来的成就感。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很享受跟人沟通互动的话，我觉得你也会很 enjoy 做一名药剂师啊。So sometimes 我们其实要 pay attention to 这些小小一些我们讲 feedback positive feedback from customer 也好，或者是 from audience 也好，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去更加去 focus back to 我们的 goal。其实有一个 tips 啦，就可能有时候你好像一整天上班嘛，可能会很 lost 你的迷茫，可是你更加应该 focus 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你帮到这些人，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把你的这个能量累积下来，可能你可以写在一个书本也好，今天我的顾客遇到这个问题我解决了，然后他很开心，他感谢我，还是今天我给了这个药然后帮助到他，给了这个东西帮助到他，我觉得他更加是需要去保护好这个能量，所以久而久之其实你就不会对你这份工作感到厌倦，因为你更加 focus 的是去看你的这个 good feedback， 你的好的东西，因为一样的嘛，你每天重复做一样的东西，你久而久之你会 lost。 可是当你发现到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需要你的，然后每次他们进来就会跟你讲Richie 上次你给我那个东西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哇原来你那么重要啊，就开始去累积你的那个 positive 的能量哦。这个有点像是以前我听说过的一种 priming 的一种 method，就是他会把一些奖项啊、cert 啊放在那边，讲哇，我成就了这么多，我帮了这么多人，所以去 motivate 他保持那个能量。Yes， 你需要保持能量，因为你不可能
你今天顾客来找你的话，然后你刚好又低能量，然后你不可能用低能量的方式去解决他的问题嘛，他可能觉得你不专业，这样下次他就觉得我可能不要找你啊。所以你一定要每一次都是要很 positive， 好像你每天要 serve 很多个人嘛，一个一个 next 这样子的嘛，所以你每次都是要很 positive 这样子哦。因为别人不懂你今天经历过什么，所以可能你今天真的很 bad mood， 然后他不知道的嘛，他看到只是你表面的你，所以你一定要很 positive 哦，所以你要保护好你的能量。对，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点。瑞奇，你在 retail 工作是吗？这样在 retail 其实 retail 会不会比较像是来做 sales 这样子啊？你怎样看待做 sales 这件事情呢？我怎样看待啊 ？OK retail 哦，我觉得做 sales 是其中一个东西啊，因为毕竟是开店的嘛。OK，so 可是我觉得做 sales 这个东西一开始我会蛮抗拒啦，可是久而久之其实我就不抗拒了，因为它更加让我学到书本里面或者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以前我们是more 读 theory 的嘛。所以其实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学到更多就是一些 skill， 比如讲你的思维能力，你的临场反应的能力，然后你这样跟顾客沟通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更多是这个 part。So 我觉得 sales 其实没有到很贬义啊，其实它可以让你让一个人更加快速成长的一个部分来的。你一开始会抗拒？我觉得抗拒的点是在于，可能我们每次接触到的 sales 可能就是可能我们走在 shopping mall， 然后就突然被人家 sales 到一下，推销一下没有讲任何工作啦。我的意思是，可能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就你自己会不舒服嘛。所以主要是你要想到，你要讲让你的顾客也好，你的那个病人也好，他舒服的那个点，这样子其实我觉得那个就不是一个很 hard sales 的东西啦，就是不需要太抗拒做 sales 这个东西啊，因为它主要也是要去帮助病人或者帮助那一名顾客。focus on 你在 helping 的部分。Yes， focus on helping 的部分。但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都会对一名全职的药剂师斜杠创业这件事感到好奇了。这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OK， 如果创业的话，其实我在大学第2年，那时候19岁就开始了这个创业这个东西啦。对，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大学第2年？对，大学第2年。就是你放弃当学霸放弃当学霸，然后刚好有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沾到他的红利期，也就是 MCO。Yes。 OK。可是当时为什么你会有想要创业的这个想法呢？是你一直以来都有想过要创业，还是纯粹这些机缘巧合，还像你讲的 MCO 呢？它更多是想要尝试更多，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其实有打过一些工可是那工就很短暂的，可是过程其实我没有发现到很大的这个奋斗的这个动力，所以过后就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创业，然后我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当然我也是觉得还很年轻，所以其实如果我可以兼顾学业的话，我就会想要去尝试别的东西所以我就尝试了创业这个东西。尝试了创业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机会，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也觉得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然后我就去了。你的意思是说，以前你并不会觉得讲说一定要创业，或者是一定打工，并没有这样的绝对了。真正的话，其实我们读药剂师这个东西它不太会有创业这个 idea 这个想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professional， 然后通常那个时候的我们就觉得 OK， 去医院做工，去 retail 做工就这样子的那种想法。又或者是你可能刚好有接触到一些 business minded 的，然后你可能想要开自己的 pharmacy就这样子对可是你要开一个 pharmacy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你的资金需要很大所以我那时候以前呢，我就是觉得毕业出来打工就是这样子。那么 Carlos 对吗？你的品牌，对，你选择了头发护理这个领域，其实 quite interesting 一下，就pharmacist 头发护理 OK，make sense 吧？为什么会选择 hair care 头发护理这个领域呢？这样你的 hair care 的 product 又跟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会选择 hair care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那时候的我其实也面对着就是脱发问题，
然后其实我也是 try 了很多很多很多方式啊，很多的方法，可是都不能够解决嘛。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东西，然后就帮助到了我，所以我就觉得why not？ 能不能够我去把它去带出来，然后去帮助更多跟我一样有这个脱发问题的这个人呐？对，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 hair care 咯。然后当然，我觉得女生都蛮注意自己的这个外表，尤其是头发啦。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又很想要头发厚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要帮助更多人一样有这样子的东西哦。然后如果是讲跟其他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其实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品啊，然后它是 more focus on 我们这个头皮的微生态，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的肠胃它需要有益生菌嘛，它需要好的细菌。可是当我们里面的那种不好的细菌太多了，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肠胃系统嘛。所以头皮也是一样的，头皮也是有好跟不好的细菌，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好的细菌去保护我们的这个头皮的这个表层啊。所以保护好了过后，我们的那个头皮问题啊，很多就会减少，尤其是出油这方面的问题。它里面其实加了很多专利的成分，然后都是有很多这个临床实验去 back up 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去 focus 的这一块啊，和我们的新品。这你之前是因为脱发的问题，对，我脱发问题才开始去寻找 solution。 Yes， 不在市场上没有找到适合你的 solution。 没有，你没有讲，我完全没有 notice 到你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有啊，我有。那头发很茂密慢慢养出来的。需要 take time 了。Yeah, takes time。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刚好自己也是最了解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嘛，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创业那个 idea 也好，或者是帮助别人那个 idea 也好，它最开始就是来自于本身先。你本身有这个问题，你研究过，你去找解决方案，然后你自己不能踩雷过，所以你自己是最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你要去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有共鸣啦。你本身就很 care about 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然后你也有这样子的专业知识去 study。对，确实很多人when他们想创业的时候，他们会 focus on 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讲这个能赚多少钱，比如这个是不是现在的风口，but sometimes 就会 overlook 掉这个是不是他很 passionate 的一个问题，他很 care about 这个 solution，maybe 他的 family 或者他本身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你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是小一件事情吧，其实影响很大。对，影响很大。那么你当时创业的时候，你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你是怎样开始的？我当时候启动资金是大概25000这样子。25000。然后是因为要做自己的产品嘛，一系列产品，然后有很多个 SKU 啦 ，OK，25000这样子。一开始就5个 SKU 啊。哇！然后要怎样开始是吗？其实是融资出来的。可是我的融资方式是比较小型，然后比较低风险的。怎样说 ？OK， 就是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会去跟那个投资者先讲好 ，OK， 他只是一个纯粹就是一个 investor， 然后他不会去涉及，就是摄入太多我们这个公司的运营也好，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大 planning 也好，他不会去 involve 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只是需要一个资金嘛。然后过后就是投入了这一笔资金过后，我们会以4年的这个方式去有利息的啦，去给他这个 back pay 回给他这个东西。So 4年过后，他其实会得到的是他投入的那一笔资金跟这4年累积的这个利息所以会是比他原本的那个更多就对了对，这个方式就是低风险的方式哦。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担心 investor 可能会 involve in 我们的 business planning 也好什么的嘛，所以我们是有讲好了，然后是没有 involve 的。纯粹就是 investor 吧。那个时候你大学第2年。对。你这样 convince 到了OK 啦，其实 convince 到的人都是亲戚朋友最靠近的人，然后可能他们也有这个extra 的闲钱，然后可能他们也看到年轻人去尝试这个东西是值得鼓励的，就投入了然后我们有 propose 什么东西啦，然后他们觉得 OK， 可以 try， then 他们就投入进来。可是很幸运是，其实过程他们并没有一直去追我们，好像
就是追我们的 progress 还是什么的，他就是放我们自己去尝试吧，因为他也相信我们，就是 in the end， 就算我们真的是失败，我们还是会还回他们一笔钱。毕竟你是pharmacist，对，毕竟我们还是可以一个稳定的收入的，只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一笔资金嘛。所以就这样子开始。对，而且你提到这个，很多人可能会太 overlook 啊，就是像我们讲 angel investor，第一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 friends and family 嘛。不，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啦，我朋友不好意思开口，或者是不好意思去 present 自己的 idea，所以就这样子就 miss 掉了，就因为没有开口。所以其实很多朋友，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family relatives， 他们其实都是 support 我们，不然你要真诚啊，你要真诚。我觉得更加是不要觉得拍谁，又或者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很多时候你的机会就是因为你不好意思而流失掉的，所以就要把握啊。而且其实如果讲真的，你去 propose 了，他觉得不 OK， 这样你就去想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个 idea 不 work，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有经验的嘛，可能他们已经经历过了的还是什么，他们觉得不 work， 这样我们就去改哦。可是如果大家觉得很 work， 或者觉得有机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我都觉得可以去尝试啊。只要你真的能 promise 到退还回去那一笔资金，我觉得是 OK 的啦。而且毕竟那时候我们其实也考虑到，我们真的是如果失败的话，其实你in the end还是会有稳定的收入的，所以就不用担心太多咯。所以就尝试啊。这个观念其实很重要，在于我们讲，你有看过 Atomic Habits 吗？那有没有子习惯？所以我们讲的是 cumulative effect 啦。但是我们讲3年里面，一个人每一次都因为拍谁而错失机会，另外一个人是努力去把握每个机会。对，3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cumulative 的效果，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更加我觉得是你去试错好过你错过啦，就是 try 罢了。错过的话，你每天就会讲，早知道我那时候那样，早知道我那时候应该怎样。我觉得没有这样多个早知道啊，就 try 吧哦。那么瑞奇，你有一份全职的这个药剂师工作啦，同时又有自己的一门生意。你还有时间拍 video 拍视频当博主。我很好奇你的时间到底是怎样安排？你怎样会有这么多的美国时间呢？美国时间 OK， 看一下我的黑眼圈 OK 啦。好啦，其实你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你能分享一下你日常工作的 routine 吗？ OK 可以啊，我工作12个小时，8点半到8点半，然后如果加买驾车时间2个小时，剩下最后几个小时3到4个小时，如果我2点睡啦 ，Sorry 妈咪，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哦，我的 routine 就这样，所以一下班过后我就是要很 clear cut， 我要去投入我的 business 的，不可以把上班的东西带下来，我做不到，因为我已经不够时间了，所以我一定要很 clear cut， 所以我的 routine 就是上班，下班回去就是做那个 business， 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娱乐时间啊 ，honestly。就下班过后还是3-4个小时嘛，对，而且比一般人的工作时间长，人家是8个小时，你12个小时，这样其实身心上也是会疲累嘛。就 after 你这样还有这样子一个动力去 keep 着呢？会疲累是真的，而且他的疲累是体力 plus 精神上面的这个疲累啦，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做 content 去 share 出来。我觉得更大的是想要让就是可能像我一样的人，就是那种年轻人，可能他现在在迷茫嘛，可是他看到我可能放工过后还可以有这样动力啊，这样 positive 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多多少少可以给到他们一些 motivation 给他们至少看到其实他们也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把它分享出来可以激励更多人啊，因为不一定你的人生就只是上班下班回去就躺着了嘛。I mean 年轻的时候可以 try 更多是更好啦，时间是你的这个筹码嘛，当然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再来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个选择权因为你尝试更多的话，你就有更多选择嘛。你有更多选择的话，你就不用怕哪一天你这个不行啊，你还有那个 backup。所以我觉得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个选择权是我的这个驱动力啊。那么你真的是有很多 energy 除了自己上班时间全职然后下班创业，然后还有时间去拍视频 motivate 人，给大家能量这个很难得。就当做记录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可以
motivate 到别人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给我自己看回来，可能5年后看回我25岁的我应该会觉得，我一定要更努力，因为25岁的我已经这样子了嘛，我一定想要更加超越我那时候的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记录自己，然后逼自己一直成长的这个方式。这点也是很重要，瑞奇。对，你刚才提到你可能轻描淡写的去提醒，我就跟听众解释一下，其实在于我们做事情其中一个方式是记录成长和记录学习。对，所以记录的时候，同时你给自己 discipline 去看回去你的成长，同时因为你要记录，所以你必须用简单而且很确定明了的方式去解释给人家听，同时那个内容还有流量。那么瑞奇，刚才你提到了你身兼多职嘛，你又做药剂师，又做生意，然后也拍视频，所以有时候也是会身心疲惫。这样你有想过放弃吗？没有，我没有想过放弃哪一个方面，因为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没有到我的 limit， 所以我觉得没有想要放弃。然后再来，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你应该要想，你要讲把有些不是你应该做的东西去撒出去。很多时候其实我的视频可以出那么快，更大的点其实我也是有把这个东西outsource出去，就是找专业的人去帮你剪辑，就算他不用剪到很美，或者是好像那种综艺节目的 style 那种，可是他可以去帮你省下你这个 part， 然后你可以去产出更多的这个内容，或者是你去做其他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去想，而不是去想要放弃啊。一定还有一个方法的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想我要放弃，可是你倒退回去想，why not 你找另外一个 plan B、plan C 出来，而不需要选择最坏的放弃。所以我没有觉得要放弃啊。OK， interesting。有些年轻人他们会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当我们讲遇到瓶颈或者是碰壁的时候，他会讲不能就放弃，这个非黑即白这种选择了。So， 另外一种比较 creative 的方式就是讲，当你遇到的时候，不能，会不会有其他方法呢？会不会是我方法还不够好呢？去寻找出路，那个思维完全不一样。对，要寻找出路，而不是放弃。你放弃的话，这样你就浪费了你整个过程东西啊。然后你放弃了，其实放弃这个东西是不会让你成长的，你学不到东西的。可是如果你可以逼自己找出另外一个出路， why not 你 try 另外一个出路， then 如果不 work 再 try 另外一个，再 try 另外一个。它一定有一个方法是可以 balance 到全部东西的，不一定要选择到最坏的放弃啦。我觉得why not why not why not try why not try 多一次。好，那么很多年轻的听众可能他们正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创业好呢？那么身为95后，瑞奇年是99年对吧？99 OK 99年后。那么99后那么你会鼓励年轻人创业吗？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我会鼓励的。可是前提是如果他本身有做这一份工作，这样子他一定要可以 cope 好他本身的工作先。如果他连本身的工作都 cope 不好，他不要想着说创业会让他更轻松。No such thing 你创业你只会更加用光你的这个精力。如果你本身的那个精力已经不能够 spread out 的话，这样你更加好去专注好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现在已经是 ready 好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尝试就是可以去创业而且其实创业这个过程它会很快速的逼你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因为很多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是要自己来的很多东西是可能没有，可是你要去学，你要去找方法，然后才得到的。所以它是一个成长的方式，前提是你已经可以把本来应该做的东西做好，这样子你才可以去 step 创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两头不到岸的。你 remind 我另外一个东西是我们在于做事情的是有一种态度叫做 how you do one thing is how you do everything。 所以如果本身的工作是不能做到发挥得很好，时间管理得很有效的话本来创业的时候他也会face同样的瓶颈。对，还会更累其实，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精力 spread out，原本你可以 100% focus on A， 可是现在你要 spread 出来要更有效率所以要 spread 出来的同时如果他本身没有 cope 好的话，这样他会更内耗，他会焦虑，他会更 loss这样我就不建议啦。
那么在于创业这边，有些人会认为讲说，我们应该要先工作，累积经验再去创业。那有些人认为讲说，我们毕业或者我们甚至在大学期间就应该去创业，因为年轻嘛。对。这样你的看法是什么？你会建议年轻人先打工几年再创业，还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创业呢？我觉得是打工几年再创业，可是打工几年的那个打工很关键，好像你觉得你有哪个行业有兴趣，你想要踏入那个行业，这样子你先去那个行业找对公司，你去打工，然后打工的同时你累积了经验，累积了人脉，你有那个 knowledge 嘛，所以你到手去创业会比较容易啊。然后如果 back to 我自己的话，为什么是大学的时候嘞？是因为刚好那时候真的有这个机会，所以我真的是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就是要 grab 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去了。可是如果你现在才开始要去考虑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先去打工几年先。打工的领域也是很关键啊，就是你要对那个领域有兴趣的咯，你想要在那边发展，你可以去那边创业。然后你去那边打工了过后再创业。就是如果他有想要创业的话，他可能先想清楚先 ，OK， 我做的是什么领域，会需要去接触到哪一些方面的技能啊什么，再去那个领域去打工。其实还要先去想好自己，因为你不可能因为创业而创业的嘛，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可能你觉得几年后你是一个这样子的领域的老板还是什么的，所以你一定是对那个领域有相当的研究。所以你就去这个领域找好一个公司，然后你就跟他学习哦，然后就是从中累积你的人脉，累积你的这个经验，然后你到时候真的创业的话其实会比较容易啦。又或者有时候其实现在老板很 open with 内部创业这样子的东西，可能到时候你也是可以跟这一位你跟着很不错的老板跟他谈好这个东西，可能他就是你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有很多机会啊，然后怎样去把你自己 build 好，你才有这个筹码啦。我通常会跟我自己讲，就是子弹，自己的子弹，你的子弹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你准备好啊，你就可以去发射呀，你可以 perform 啊。那瑞奇啊，看你有一点 I 人，又有一点 E 人，其实你 MBTI 是什么？我的 MBTI 如果是讲最 latest 的话是 ENTP。ENTP 所以是 E 人。E 人，可是以前是 I 人。以前是 I 人。Yes， 以前是 I 人。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被环境逼着成长的啦。然后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当你变成一个管理者的时候，你的性格上会慢慢的变，你会需要从 I 去到 E，因为你需要去跟你的团队啊去沟通啊，你需要去了解他们情况，然后你要去接触外面的人啊，需要累积你的人脉，所以它会慢慢变成 E 哦。所以你是真的变成 E 啊，不是伪装成 E 没有，它是慢慢变成 E。可是当然有时候 E 我觉得 E 的人他到一个点，他需要变成 I， 他需要自己去累积他的能量。他不能太过 outgoing 到一个点，他会累的。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当我 E 到可能我接触了很多人过后，我需要回去自己一个人独处，我需要自己 charge， 我叫自己 charge 电的概念所以有 E 也有 I， 看情况。那本质上还是 I。不能充电还是需要一个人独处。充电还是要自己一个人独处。OK。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 quality 的啦。独处我一个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的充电方式跟我去反思的时候会是比较读我自己的。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 charging 是跟别人出去啊，跟朋友嘛，可是我觉得我的方式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可能本质上也是 I。可是 E 也是有啦。even 就算不是在充电，我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也是很重要。对，去 reflect 对，去 reflect， 去成长。对，毕竟外面太多 noise。对，每次都看别人，看别人，很少关内，你很少看你自己呀。那么瑞奇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的优势嘛。所以很多听众可能他们也是在探索着自己的强项在哪里。那么瑞奇，你认为你最大的强项？你的闪光点是什么呢？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都秉持这一个 mindset， 就是我一个 video 有讲过，就是 nothing to lose。就真的是不要去害怕太多，就是不要去担心说我做了这个会怎样那样。可是有这个机会在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要把握。
就像刚才有讲过嘛，就是不要去不要担心试错嘛，就是好过你错过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的本质啊，我的性格。同时也是要很乐观才能做到要乐观，要很乐观可是乐观的人也是会有悲的时候，会有伤心的时候，所以要看你怎样去找出你充电的方式哦。有些人是运动嘛，有些人是听歌，有些人是读书所以这要找出自己的方式去拿捏，不然怎么会有这种内耗啊这种字。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讲 resilience。有些人会讲说我不要倒，我不要倒，可是其实 resilience 是每一次跌倒可以很快爬起来，对 bounce back。对，可是 bounce back 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强大。对，所以我觉得成长的课程它不一定是直直上的，不可能是直直上的，它一定是一个 curve 跟一个 curve 跟一个 curve。它成长到一个点，它需要跌下来，它需要自己反思，它需要 reflect， 然后它会继续成长。可是如果它一直上去的话，它一定会跌得更惨。或者是它会 stagnant 的更快，所以懂得适当的跌倒，适当的休息，fail fast fail fast。那么瑞奇像我看你也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特质，比如你的执行力，你的快速的去尝试，你的试错，这个执行，你的一些想法很乐观，很积极。那么如果让你选一个特质可以去到90分，其他特质只可以maintain在70分，你会选择哪一个特质让它去到90分呢？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就像刚才那个 MBTI 有一个 part 是 F 嘛 feeling，所以我觉得是思考问题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女生，我本身会比较感性这个 part， 所以她有时候感性的 part，她在做一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她其实会是一个阻碍啦。所以我觉得更加应该要像你们男生更加理性一点，要更加理性一点。理性，我觉得理性蛮重要。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 maximize 的话，但是就是希望可以自己更加理性一点就是不要太靠 feeling 做东西或者是做决定这个一定也是需要时间的去累积，慢慢去磨练，然后变得残酷无情。没有，不一定是残酷无情，就可能比较理性 balance。对，就其实男生其实有一个 video，他是讲女生如果学男生的这些特质，其实女生就很快成功。一个part就是理性，因为女生就是太过感性嘛，女生会比较用感情情感这方面。可是如果理性一点的话，其实就也不讲冷血，就是果断，对就对，错就是错，公司就是公司，实事就是实事。理性明白，不是冷血，比较果断，比较 decisive。对，那么瑞奇，刚才你提到你拍 content 的初衷嘛，想要去分享，那你在小红书也累积很多粉丝很快。多久？3个月。3个月，现在是1万多。一开始为什么你会去拍 video？ 纯粹是想说你要去 share， 想要去记录成长。记录成长跟我觉得有不同的故事可以分享，就是 as 一个 pharmacist， 然后又有创业，我觉得它是有故事的啦。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地方去记录自己，反思自己，然后很好的就是也是可以激励到别人motivate 到别人。所以我就开始做视频。就没有想到一下子就爆了所以我也是很吓到其实原来大家也是有在看我的视频，我没有想过会就那么快啦，那个增长速度。当然也是在学习啦，可能是很多人看到有共鸣，是你讲的话有共鸣，可能吧。那么你的 video 我发现到就是每次一开始就会有同样一个 button 是 OK 1 2 3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OK 来1 2 3很顺OK 来1 2 3好，这个其实就因为我发现到我以前就是我会拍很多视频就是 for 我的 business part 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给自己一个 ready 的心态。OK 来，就算我自己跟自己 roll 的时候，OK 来，OK 1 2 3，然后我才可以开始一个东西。就是我要给我自己一个心理准备。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一个 OK 我要 all in 了，我要 start 了。ready set go 这样的意思。可是我的 ready set go 是 OK 来1 2 3 OK 我就开始了，我要进入那个状态，我才一定要 OK 来1 2 3。然后其实有一阵子其实我有想过
我要把这个东西拿掉，因为我觉得不可以有太多这种，因为 OK 了，1、2、3就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去，好像去停顿嘛，停顿。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很多时候遇到问题，你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去OK 来1、2、3的嘛。很多时候就是它出现那个问题嘛，所以你要 immediately 去解决嘛。可是我想一下，不一定。以后其实你有适当的这种呼吸、这种喘息的空间哦，其实才是一个可以更大化去解决那个问题，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先。OK， 来1、2、3，然后我就开始。或者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深呼吸先。OK， 来，然后才开始解决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生活节奏，我的 pace 啊。有点像 Mel Robbins 的 5-second rules，是5、4、3而已，就开始 launch 去做东西，开始就不会再去给自己时间去可能想太多啊，或者是就不会去想其他东西了，就时间到就走。就好像有时候我以前会拍 video 嘛，可是我拍 video 如果你按了 start button， 我很难进入那个状态，因为我一直有那个概念，就是 start 了我一定要很 proper， 我不能嘛。可是如果按 start 了，我给我自己一个时间，就是 OK 来1、2、3，然后我就 start 的时候会更 smooth， 因为我自己一个心理准备，然后就 start， 然后这个时候会更 productive 啦。或者说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很紧张啊，我很 stress 啊，然后 OK 不用紧 OK 来，然后就跟我自己讲1、2、3，然后我就 OK 可以的，然后我就开始解决那个问题。因为可能以前的我会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一部分以前的我是会花很长的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给我自己一个 limit 嘛，我没有讲1、2、3嘛，我没有给个时间，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滚，那边纠结，可是我给自己一个1、2、3的话，我一定要 start 了的嘛，OK 了1、2、3，那我就开始了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生活的 pace 啊，找出你的 pace。所以不只是在拍 video 的时候会用这个方法，任何时候，决定觉得需要进入状态，对，我觉得 OK 了1、2、3，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很想 OK 了1、2、3。哎呀，就是刚才没有讲到，没有，我觉得，这是你，这是我的 vlog，OK 来，1、2、3，没问题，就我们这个 video 就这样子开始了，真的假的？我把它放在前面。OK 来，1、2、3，没有OK 来，那么有很多可能想要创业的听众，他们可能也是在寻找着，有什么一个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啊，可以适合创业啊，这样瑞奇啊，就是我好奇啊，如果今天你不是做 hair care product， 不是做头发护理了，有什么行业是你认为有前景可以去尝试的吗？我觉得是大健康行业，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啊，after 疫情过后，其实大家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哦，他都更加重视了。所以我觉得大健康这个行业，它是有蛮大的这个前景啊，是可以去尝试的当然，你自己的子弹你要准备好咯，你要对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你不能因为你要做而去做，你需要做很多的功课先，准备好然后才去踏入这个行业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它确实蛮复杂的，还跟健康然后你的知识又引发到你的药然后每个人的不一样这样子。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他们是不是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专业知识才可以考虑到健康的领域呢？看他是要讲创业嘛，创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能你是 as 一个 partner 进去，或者是你是去结合了一些优秀的人、优秀的专业，然后你就是帮助他们去创业，或者是你准备一个平台累积这些人创业。所以我觉得创业有不同的方式啦，所以不一定说你要对这个行业是 100% 的了解，可是你一定要是了解的不然你一定是踩空了嘛在你不熟悉的领域但是也不可以等到100% 了解我永远不会开始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还有一个话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其实这个也是颠覆一个 OK 我本身是一个处女座嘛OK 其实一个颠覆处女座的一个认知，是因为处女座他其实很挑，他都要很完美他才会 start。 可是我 after 这创业这几年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啦老实说如果你等到完美，其实我们可能今天都不可能 start 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你
不可能完美的嘛，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可是当你先开始了，你踏出去那一步，你完成它，你过程再去优化它，复盘回去优化它过程，其实它就会慢慢接近完美。所以等待完美再出发，我觉得没有办法，反而会更加阻止你去开始，因为不可能完美的对，先完成再完美。这样你已经打破了这个处女座的这个限制啊，这个 limitation。对，所以现在是 OK 了。可以anything 已经是变成了一个 muscle 了。muscle 就是 start 先，start 了跌倒，再去看为什么你会跌倒，一定有原因的嘛。但你没有准备好哦，就是你没有准备到100%，或者是你没有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你就 start， 这样你就是跌倒哦。你要 expect 这个跌倒啦。你跌倒过后，你不能再 blame 其他东西，先看自己是不是你自己真的没有准备好，然后你再去重新整理你的思绪，再出发。可是我觉得是要先去完成先踏出去比较重要你不要被自己的那种小声音没有 perfect， 不能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加 limit 你去成长的这个 pace，会 limit 到自己。一些东西在你的想象之中，可是就不会落实了。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嘛，一个 idea spark 出来，然后你就是 grab 这个 opportunity， 然后你冲的嘛。可是如果你 spark 了过后，你在那边等个3-5年，可能别人已经 get 了你这个 idea， 别人就已经上去了然后你才会觉得说，早知道那时候我应该要这样，早知道我应该要那样，所以我觉得就错过了咯。我想起有一句话，那个诗人鲁米的一句话，他讲说，when 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他的路就会出现。对。很多人是要看到路才走。OK，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你已经自然会看到那个路，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条路。maybe 你需要 pivot， 对，你就需要那一个 belief，leap of faith， 去踏出去。leap of faith，yes correct。路开始出现，我觉得好像有些人是先看到才相信嘛，有些人是相信了所以他看到嘛，就像你讲的咯，你就是相信了，所以你就是开始，然后你就自然会看到那个路。有可能那路是 roller coaster 的路，有可能那路是弯来弯去的，他一定有他的方法的嘛。所以我觉得是先踏出去做。那么瑞奇，你在从大学期间就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增进自己，然后同时你创业也学习了很多。那么在你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书或者是课程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吗？如果是讲近期来的话，是张琪老师。因为其实我觉得她 as 一个女生她有她的这个魄力在，她可以创造很大的这个成就还有魄力，所以我觉得她 inspire 到我啦。因为你看到她她解决问题的能力，她去思考问题的能力，还有她整合那个资讯的能力是很强大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渺小所以也是推动我就是一直要去成长去学习，去成长，去找答案的那个动力。如果是书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书本叫《刻意练习》，忘记它作者是谁可是《刻意练习》这个书本内还有讲到，就是很多时候你 start 了那东西，你一直 repetitive 的重复那个东西去逼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变成像你刚才讲的，就是 muscle memory。比如讲你会敢冒险敢挑战你的思维上的这个突破，其实就是因为你刻意练习出来的。你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失败你就想要退缩因为你已经刻意练习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刻意练习嘞也是逼迫自己去成长的一个关键。对，我觉得这个书本也是影响我蛮大的啦。所以可能我遇到一个东西，我就逼我自己，就是很刻意，可能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可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东西是对的，我就逼着我去做你自然而然你就会习惯了，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 muscle memory 这样子。这个东西很重要。就 sometimes 我们看一个东西，有些人会觉得我没有天分but sometimes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 learnable skill。 对，只要它是 learnable skill， 只要我通过这个刻意练习的话对的方式的话，自然会看到成长。所以那个 belief 要存在先。我可以给个例子，可能一开始拍 content 也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可能我也是不敢去分享自己的东西，
可是我就刻意拍下来，我刻意练习嘛，刻意拍下来，我就 try to 开 recording 就 voice over 我的那个东西，我就是一直逼自己啦。平时我可能不会去做这个动作，可是当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应该是对的，是应该要做的，我就逼着我自己做。久而久之，其实你就自然了，你就会想这个时候你就想要拍东西，这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内容是可以分享的，它是一个变成一个很自然的 muscle memory 哦，就不会变成刻意啊。可是前期你确实是需要刻意练习，然后逼迫自己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长啊，是他有没有被逼到？有时候就是被环境逼到，被你自己那种思维逼迫成长。我觉得我是比较 extreme 嘛，我觉得人确实是需要逼了才会成长。可需要一个推你一把啦。这样子。因为毕竟你要踏出 comfort zone， 总是会觉得不舒服。对，不舒服是正常的。成长的路上不可能会舒服。不，你要有一些理性去看到讲说这个东西对自己是好的。对。然后 maybe 在你 start 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样不喜欢。对。maybe 也没有想象中这样抗拒这个东西。maybe 你也是觉得其实也是有不错的成绩。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踏出去了过后，你就会发现到你的 return 其实很大。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敢嘛。所以你用刻意练习的这个方式，可以帮助你去 step up 很多东西 ，step 出去你的这个 comfort zone。我们给听众做一个 reference， 这个可以往着我们 present self 和 future self 的方式去看。那很多人他会比较 focus on present self， 就是我现在好，现在舒服，现在开心。But sometimes 你要有一个 balance， 你要看到 future self， 说理性的时候同时去看，然后 set 好你要做的东西，你的 planning。But when 你去做的时候就 OK， 1、2、3就要开始了。基本那个时候不要讲舒服不舒服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現在很舒服是最恐怖啊，因為一樣嘛，好像你個 business 你很舒服的時候，一定是有一個 wave 要來了的。你要 expect 好這個 wave。所以我覺得越舒服的時候就是越應該要踏出去新的東西。當你舒服 for 這個現在你現階段的你，這樣就是說你一定有東西還沒有嘗試到。一定有一個新的東西在等待着你，這樣你就舒服了嘛，然後你就要踏出去所以那個 growth 一定是這樣子的嘛，一個 curve， 你舒服了，可是你一定會缺一個很難熬的點，然後你要 step 出去。那麼瑞奇有什麼日常習慣或者 habit 是你覺得對你幫助很大嗎？我覺得我的習慣是我會定期給自己一個 reflect 的 session。either 是你寫下來也好，或者是你把它記錄在你的 memo 也好，你要把你的這今天的過程，你今天遇到的事情好的寫下來，因為這個是一個可以保護你能量的東西呀。因為你 reflect 的同時，當然有好的你寫下來，不好的你就要去改嘛。可是好的東西你一定要保存好，因為這個是你個人的特質，你的能量來的。所以通過這個 self reflect 的方式，會算是一個給我去做充電的方式。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去記錄下來咯。對，畢竟是好像我們剛才提到，因為 sometimes 很多人就是我們往外跑，每天工作很忙，所以要面對很多不同的人，每天都在看別人，觀察別人，所以 reflect 的時間就變得越來越少。所以尤其是在做 business 也好，或者是在繁忙的日常中，要有一個思考的空間，需要 time block 來思考，需要思考，不只是充電，同時也是一個去整理思緒的方式，整理思緒的方式，對，你才能夠重新出發嘛。不然你一直 output 你 in the end 沒有去看回你 input 的時候，你會很喘很累。你需要一個時間去靜下來，可以跟自己獨處，寫下來也好，或者是記錄好你的過程什麼的，然後才重新出發。那麼瑞奇，好像我們看到了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去追求這個經濟獨立，那麼你認為女性需要經濟努力嗎？或者講說現在的女性想法和以前有什麼不同了嗎？我覺得女性應該要經濟獨立，以現在的女性來講然後如果她們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現在的女性她會更加勇敢去選擇她們要的東西，她們更加有這個選擇權，她們不再就是被動的方式，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的会一种 mindset 来讲，就是女生就是一定要在家或者是靠另外一半嘛。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到很多女性其实她们很多站出来都可能甚至是比男生还要发光发热那一种，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女性真的已经可以有自己选择权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时代哦，所以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啊。她们更加勇敢。确实是到现在很多女性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勇敢，就像你讲，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慢慢只会越看越多，只会看到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应该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不应该有任何拘束。他们应该要勇敢的去追他们要的东西啊，不应该有太多这种小声音啊。我们说25到30岁是人生规划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段了。那么你认为有什么事情是年轻人25岁之前就需要搞清楚的吗？以我现在25岁来讲的话，我可以给25岁这一个 range 的建议啦。So 第一个就是要有目标哦，你要很清晰你的目标，就是你在1年后、3年后，甚至是5年后，你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你希望你看到是怎样的你？我觉得他需要坐下来，就是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把这个目标呢拆分成很多细小的这个小目标，所以他才会更加容易去看得到，然后更加容易去 reachable 啦，不会好像觉得那目标很遥远，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第一就是要有目标哦，设立你的目标。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要专注，要极度的专注。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在去追寻你的目标这个过程，你真的要很极度的去专注你的这个目标。你不能因为你这个年龄嘛，可能会有很多身边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些反驳你的声音，你不能因为这些声音而去止步啦。你真的是要因为你的这个目标而去冲，全力以赴啊！所以要很专注，极度的专注。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蛮重要一点，就是要会复盘。我的复盘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会时时刻刻有这个 self reflect 的这个思维啊，你要去反思回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做，或者是我们就是一直冲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去看回自己到底有没有 back on track 啊，你要看自己的 progress 到底有没有 back on track， 然后你要看一下，比如讲你为什么可能没有完成你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进度，可能慢了，然后你就要看为什么咯，你要去想一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圈圈里面，然后我们每次可能遇到问题我们会卡很久很久，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面我们被框架着了，然后我们要怎样去解决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把你的圈圈放大嘛，扩大。然后这扩大这个方式有好几个嘛，可能你就是寻求资源，寻求帮助，找别人，就是找答案，就去问别人，寻找这些答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很盲目，就是自己跟自己关在那边圈圈里面，被框架着了。所以我觉得更加就是如果你有做这个复盘去反思的动作，其实你会去思考更多这个方式怎样去突破这个圈圈。因为如果你每突破一次这个圈圈，你成长了一次嘛，这样子你下次你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其实就多了那么一点，然后你慢慢累积下来，其实你就是一个很不错了啊。累积下来的时候所以就是复盘跟要有反思的这个能力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真的会忽略掉这个点，他们就是做吧，然后就卡这的时候就是很 struggle 在那边所以就是这3个点。其实很多人好像瑞奇刚才提到，其实很多人他想到讲说他要有目标可是他没有明确的去想说1年是多少，对3年是什么，5年是什么然后每一次正在去往这目标前进，好像你提到的 focus 对吧，专注嘛，去往这目标前进的时候，如果1年过去了那个目标为什么没有达成，或者我有超越了吗或者是到底发生什么情况，要去复盘。对，像有些人可能他做 step 1，他没有做后面的部分，他没有去反思，讲说我是做的怎样啊，这个是不是我要的方向啊或者是我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如果他们没有去反思的话，他很快会变成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现象，就是叫忙里忙啊
盲目的忙，可是他就一直忙，他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就一直忙吧。所以有时候要适当的复盘 reflect 自己，然后你再看回你的目标，诶，其实你已经接近了，还是你更加遥远了啊？你要去想。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啊，不管是你的工作上也好，我觉得这个model你自己本身呢，你这个个人的成长需要去反思。瑞奇，说好像你本身算是一个斜杠青年，那我相信很多听众、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也是有着这样子的一个考虑，就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多元的发展。那么其实在你的角度，你会建议年轻人身兼多职，或者是成为像你这样的斜杠青年吗？如果他现在是有能力的，他有cope到他自己本分内的工作的话 ，why not 啦？我觉得可以去 try， 因为毕竟还很年轻，所以他真的可以去 step from 他的 comfort zone。因为毕竟如果他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要，他一定熟悉那个东西嘛，所以他一定更加可以更快速的去完成那些东西，这样子他肯定会有更多时间。所以他就可以 step 出来去尝试别的东西呀。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这个 step 来的啦 ，step from 你的 comfort zone，我觉得可以去尝试。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去累积一些技能、一些 skill？ 然后这些 skill 呢，其实我觉得把一个年轻人看成一个白纸，所以当他踏入社会的时候呢，他就要像一个海绵这样子，他应该要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去吸收这些技能，累积这些技能啊，这些人脉都好。所以他累积的时候，他最后 in the end 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变成比较有经验的人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遇到欣赏他的人，然后他会遇到他发光的那个机会的，会有人看到他的这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身兼多职或者是去斜杠是没有错的啦，是可以去尝试的。应该要去尝试，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当然如果本身已经很没办法 cope 到本来应该做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先把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再踏出去。我觉得你提到的其实是一个 flow 说第一件事情，如果他有想法，他想要做一件事情，首先他先去最大化去优化目前在做的事情，对。然后你有想法吗？你就应该用斜杠的方式去 explore，去试错，对。试错过后，尽量去把自己的技能提升，so that 就更多人会看到，懂得表现自己。那么瑞奇，你觉得现代的年轻人生活中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急于求成，就是他会很想要快看到一个 outcome， 一个结果。可是就好像我们讲嘛 ，OK， 我们看到，你看现在 social media，OK， 你看到别人好，你就想要去跟，你看到别人这个好，你就想要去做。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只是展露出表面的这个东西，表面的好，没有人会把他的这个辛酸啊、这个故事啊、这个历程啊去分享出来，所以变成说他们觉得每个东西都，这样子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啊，我去 try， 可是他去 try 的时候嘞，他可能就跌倒了，然后他就会想要放弃，因为他想要在短时间内看到这个 outcome， 所以他们就更加想要说，我一定要快看到结果。可是很多时候是每个东西是可以那么快的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我们看不到的是别人后面的付出，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急于求成就太快想要看到一个 outcome 了，就是可能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别人的成果，对，而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那个 expectation 不一样他没有 expect to fail， 也没有 expect to take time，所以可能因为跟他的 expectation 不一样，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对，所以会很容易放弃那么瑞奇，现在也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在生活上可能生活压力，他们看不到出路，觉得很焦虑、很迷茫，那么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最大有2个点就是 either 他没有目标，又或者是他的目标很遥远到他不懂要怎样去完成，所以他变成很焦虑。所以如果 for 第一个的话，就是他没有目标。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要像我刚才讲的，你要去思考你1年、3年、5年要看到怎样的自己，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去写下来。然后 for 第二者的话，就是他的目标太遥远了，所以一样的把你的大目标 break down 成很细小的目标。因为其实我们把大目标放去小目标的时候虽然讲很容易啦，可是你做出来过后，
你会发现到其实你的每个目标都是在接近的去完成你的大目标。你把它放细小过后，它的完成度，它的 reachable 啊，就是它能够看到会更清晰的，会有更加有 clarity 的。所以我觉得是，也许他现在没有目标，或者也许他的目标太遥远，所以变成他很焦虑，所以要去思考他自己的目标，跟去 break down 他的目标。然后当然过程就是要去累积他的技能跟人脉咯，要去提升自己。对，要提升自己，然后要去踏出他的舒适圈，去成长啊。其实瑞奇你提到这个其实很重要，在于很多人之所以会我们讲拖延或者踏不出那一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于那个东西感觉很大很难去执行。对，就很难去执行的时候，他就讲做好讲做好，就完全没有踏出第一步了。对对对。虽然你提到把它去chunk到变成小小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在于去看到每一个部分完成的时候的成长，记录下来。你讲记录啊，对呀，记录成长。对，将把它变成一个习惯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做的事情都会跟着这样子一个 SOP 去做的话，会比较容易看到成长。看到 progress， 记录 progress。对，因为他看得到嘛，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太遥远，我们看不到，所以变成我们很 lost 哦。我们又不知道讲 start 那个东西 but 你把一个大目标拆分成很多细小目标，你就肯定会 step by step 的去完成它，这样你就 in the end 一定会更加靠近你的大目标啊。然后当然过程中你要复盘回去，看自己是不是有 back on track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啦。OK， 瑞奇，最后对于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职业或者事业的十字路口，正在做着人生重要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每一个决定它一定有注定有一个结果，所以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呢，其实他有全力以赴，然后他有努力去拼，然后如果他已经全力以赴了过后，他还是一样失败了跌倒了，也不需要后悔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种体验来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不要急于求成哦，因为年轻人确实会比较想要很快的，就是快速看到一个结果。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更加应该要看的是别人后面的这个辛酸，他是怎样度过的然后再来就是要不断的去反思自己，因为只有做这个反思这个动作，我们才能够不停的踏出这个舒适圈，然后不停的成长。因为成长不是一味的努力嘛，它更多时候是不断的反思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最后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努力只能及格，然后拼命才能够优秀啦。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就是用尽我们的全力，就是拼命去完成成长的这回事。